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8期。现在画面中播放的是任天堂 NES 美版主机的广告。随着1985年圣诞节的到来，许多家庭都开始选购圣诞礼物。刚上市不久的 NES 主机成了孩子们愿望单中最想要的礼品，大家都为购买主机而排队等候。商店里新到的货常常是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。再加上广告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造势，收到了礼物的孩子高兴的就像拥有了全世界。另一方面，游戏厂商也在加紧工作，让自己近期的作品都能在节日前被摆上货架。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85年最后一批游戏吧。地底探险，又翻译为探险家斯皮兰卡。原版游戏最初由美国设计师蒂姆·马丁设计，发布在雅达利游戏机上，而红白机上艾瑞姆拿到了日本的授权。美版由 Broodbound 兄弟会公司发行。这是一款平台动作解谜类的游戏，这部作品因史上最弱主角而闻名于世，因为在游戏中一点点的高度就会让主角摔死，还有各种陷阱和敌人，主角自己放置的炸药判定都非常严格。在玩这个游戏之前，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得忘掉你之前的游戏经验，去适应这款游戏的设定。玩家控制一名戴着头盔的探险者在地下洞穴中探险，地下的氧气是有限的，画面顶部有一个三角符号图标会从右往左移动，表示氧气的消耗，需要依靠特定的地点补充氧气。游戏一共有6关，每一关的场景都十分巨大，被分成很多块，人物来到画面边沿会无缝切换，找到场景的红蓝2种颜色的钥匙，打开对应颜色的门，沿途会经过几个怪兽头像的检查点，表示通过了此关卡的一个部分，然后到达藏宝点获得巨额财富过关。每关的场景颜色不同，整体设计逻辑不变，后面关卡的难度更高。除了收集钥匙，还有2种重要的道具，炸弹和照明弹。有些场景必须要用炸弹炸毁障碍物才能通过，或者拿取其他的道具和奖励分数。照明弹用来对付洞穴中的蝙蝠，发射可以让蝙蝠短暂消失，有时候会出现鬼魂，可以发射气流将它吹散，此时角色不能移动，同时会加速空气的消耗，所以要慎重使用。拿取场景中的金币可以得到奖励分数，但要注意有的地方金币是诱惑的陷阱，走过去可能会踩坑，稍不留神就直接死掉。主角弱鸡的设定让玩家很难上手，经常会因为经验主义忽略游戏的判断规则，但适应之后会发现游戏场景的平台解谜元素设计得很优秀，绳索、梯子、平台和道具的位置搭配都很巧妙，需要精确的操控才能通过。游戏有很多其他平台的版本，不同版本的游戏内容也有差异。媒体对于红白机版的评价比较普通，主要是体量较小，相比有的版本也少了一些游戏元素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高机动战斗2，这部作品由 DB Soft 开发发行，这家公司在第5期节目中已经简单介绍过，知名的作品不多。这款游戏的1代1984年发布在富士通的 FM7 平台，非常冷门。这一作的基本系统和玩法都继承了前作。玩家驾驶变形机器人富尔加德2世，目标是摧毁巨型电脑祖加姆博尔德。总共有25个区域场景，通关之后重复循环，但不是从第1关，而是从第12个场景开始循环。游戏的一大特色是机体可以组合变形，初始状态下玩家控制1号机是机器人的上半身，到达特定区域后会出现2号机下半身，组合后变形成机器人。另一大特色是游戏的能量和生命值系统，画面右上方的数值为机体的生命值，以正向增长的方式计数，受到伤害数值增加，到达99会挂掉，可以通过运输机补给或者道具补给的方式恢复生命值。机体的能量以长条的形式显示在画面的上方，初始状态为基础的粉色长条，发射子弹会消耗能量，消灭敌人能补充能量。随着能量条的变长，会出现灰色和粉色交替的能量区间，不同能量区间下武器攻击方式和威力都不同，如可以使用8项导弹攻击，到后面还可以使用蓄力激光，但要消耗很多能量。
最高能量状态下，组合机体有类似护盾的效果，所以游戏中如何控制能量条成了关键。能量条也可以通过补给获取，另外在变形成机器人后，可以用拳头攻击，不消耗能量。游戏的敌人种类也不少，有10几种造型不同的敌人。从这些介绍看下来，游戏的内容应该十分丰富，但各项要素结合起来并没有感觉多好玩。变形机器人的设定很鸡肋，只有某些特定的时候才会用一下。场景区域虽然号称有25个，但基本都是换背景贴图，横向卷轴从头到尾没有实质性的变化。归结下来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缺少游戏性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超时空要塞，著名的动漫作品改编游戏，虽然在卡带上和游戏开场标明南梦宫开发发行，但热门 IP 的漫改作品怎么能少了万代公司？实际上这也是早期南梦宫和万代合作的一个项目。玩家控制可变战斗机瓦尔基里与敌方战斗，画面上方显示生命值血条，而不是一击毙命的设定。这也是今后多年这个系列的设定方式。B 键发射子弹攻击， A 键结合方向键变形。和动漫中一样，有战斗机模式、半人半机模式和机器人模式。战斗机飞行速度最快，机器人最慢，但可以向后方射击。按选择键可以发射导弹，不过这个导弹的威力和激战中的骑射那是没法比的。游戏场景从太空中开始推进，来到敌方战舰，进入母舰内部，最后30秒内摧毁反应堆为通关一轮，然后开始循环重复，难度增加。游戏中的其他各项设定也都忠实还原了原著，包括敌人的造型、战舰，还有背景音乐。可惜这部作品的流程实在是太短了，我做个简介的这2分钟就能通关一轮，一首小白龙放完可以通关2轮。几十年来，超时空要塞系列都有新番推出，游戏也一直不少，但多年下来，这个系列都在告诉粉丝们不要对漫改作品的质量有过高的期待。你能够听着音乐，亲自操控机体，这不就够了？还需要管它好玩不好玩吗？个人评价3颗星。1942，这是卡普空推出的首款红白机游戏，移植于1984年的街机版。不管是街机版还是红白机版本都非常受欢迎。除了后来大部分人都熟悉的续作之外，卡普空2008年还在 Xbox 360和 PS3 上发布了重制版1942联合打击。游戏以第2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为背景，尽管卡普空是一家日本公司，游戏的主题却是玩家控制美军的飞机摧毁日军队伍。飞机型号为洛克希德 P38 闪电，敌方飞机按照官方的介绍，名字均为原创，但主要型号仍然以2战中日军飞机为原型，主要包括川崎 KI-61， 也叫3式战斗机，30 A6M Zeros 也叫0式舰上战斗机，川崎 KI-48 也叫99式轰炸机，中岛 G10N 也叫富岳轰炸机。场景一共有32关，每4关为一个主题，分别是冲绳岛、硫磺岛、塞班岛、莱特岛、拉波尔、阿图岛、马绍尔群岛和中途岛。每关通过后有结算画面，会显示击破率，根据击破率获得奖励分数。在危机情况可以用翻筋斗的方式躲避攻击，但有次数限制。击败敌人的红色飞行编队会出现力量加强道具，不同颜色的 POW Power 作用也不相同，包括强化火力、获得侧面的僚机、增加翻筋斗的次数。街机原版的评价很不错，但红白机移植版存在缺陷，图像处理上有些问题，程序也有几个比较大的 bug， 比如有时候发射子弹只有声音却看不见，时常会出现屏幕闪烁等问题。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。美国大兵，这款游戏最早是 Camco 1984年在 C6 式平台上发布的。游戏的原名是 Doughboy， 豆在英文中的意思是面团，这种叫法是美国士兵的绰号，因为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们经常身着白衣冲进战场而得名。这是一款纯军事题材的动作游戏，
游戏内的场景元素全部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场景布置，玩家控制的士兵最终目的是救出我方的一名俘虏通关。游戏一开始有机枪和刀作为武器，一共有5关，每关都有5分钟的时间限制，代表游戏内的1天时间。主题都不一样，玩法也有些差异。第一关在场景内收集道具，包括 TNT 炸药、梯子和剪刀，这些道具要在后面的关卡中用到，会有敌方的士兵阻碍行动，拿到钥匙进入下一关。第二关要用到前面获得的炸药开路搭桥，场景中会出现敌方舰艇攻击，拿到钥匙过关。第3关一开始要用剪刀剪断铁丝网，用炸药清理油桶并找到钥匙。这关除了敌方士兵还有坦克。第4关需要利用梯子通过场景，面对和第3关中同样的敌人。最后一关来到营房营救战俘，要用到剪刀和炸药，只有一小部分探照灯照射的地方可以看见，其他位置一片漆黑。爆炸可以造成短时间的明亮，借此判断地形和道路。救出俘虏后还要将他带离战场。通关后场景开始重复。游戏有 A、B 2种难度模式，区别是 B 模式多了导弹攻击。这款作品的音乐都是采用了美国著名的民歌，通关后还会奏国歌。除了关卡设计有一定的特色，游戏场景画面、人物设计、动作都很简陋，操作也谈不上什么手感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王者之剑最早原版1984年发行在夏普 X1 电脑平台，同年主要在其他电脑平台之间移植，4年登陆红白机。这是 ASCII 公司发行的游戏，按我之前的评价，这家公司的游戏都是玩法独特，放在这里依然适用。如果小时候有接触过这款游戏的朋友，我相信10个里面有9个都没有玩明白。这部作品早期被划分为角色扮演类游戏，按现在的标准其实更接近模拟策略类。故事背景是玩家控制苏伦王国的军队，进军敌方巴萨姆帝国的城堡，并击败敌方的奥戈尔斯国王。一开始只能控制苏伦国王一个人，画面下方显示600米的距离，要向前逐步推进。我方的单位被魔法变成树木和石头，接触到他们之后可以将其救出，然后带领部队继续移动。如果我方单位和敌方单位来到同一格，就触发战斗。画面上出现一个字母 B， 代表正在开战。每种单位都有设定的内在数值，但只有国王的战斗力在画面下方显示。战斗是自动进行的，有一定的随机性，战斗力高的也有可能会失败。国王输了，游戏就会直接结束。我方兵种除了国王，还有步兵和骑士，他们消灭一定的敌人后会升级成重步兵和重骑士，能力增强。敌方除了同样的类型单位，还有魔法师、幻战士、看守俘虏的狱卒和国王亲卫队。游戏中控制我方单位移动的方式非常独特，拿到现在来看简直就是奇葩。要么选择全体一起移动，同进同退，同上同下，要么选择某一类兵种一起移动，不能单个单位移动。所以部队多了以后，调整位置让所有的单位都能前进成了一个技术活，需要利用各种障碍和遮挡，花大量的时间操作。接近敌方城堡时，道路变得很窄。到了这里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时候流行的一种塑料方块拼图华容道。这种方式还是开发组为了解谜故意设计的。这款游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在红白机上用方向键移动单位时，响应速度极慢，应该是从电脑端移植时造成的。这种问题对于游戏独特的方阵式移动有致命的影响，在单位被挡住时极容易变得不同步，从而失去操作的精准性。另外加上之前的节目中提到 ASCII 游戏的通病，本来是一款有着不错开创性的模拟游戏，但综合下来2颗星。头脑战舰，这又是一款 DBSoft 发行的游戏。现在当看到是这家公司的作品，请不要对它抱有什么期待。乍一看这是一款纵向飞行射击游戏，但制作人员会告诉你这是角色扮演游戏。当你玩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可以肯定它就是飞行射击游戏，而且是一款无聊的飞行射击游戏。之所以开发方要说它是角色扮演类，
是因为在飞行射击的基础上加入了成长元素，背景设定在太空中，玩家控制的飞船会在3个不同的主题场景内循环，每个场景又分成多个区域，目的是收集100个敌方零件，这些零件在场景中用三角形符号表示，收集完成后才能见到最终 BOSS， 否则就会无尽循环，打倒越多的敌人，自身飞机就会越强，至少设定上是如此。第一个主题场景在洞穴内，如果撞到墙壁就会爆炸。这个场景内每个区域末尾都有分岔路线，不同的路线选择导向了不同的区域，所以必须多个循环才能完成收集。第二个主题场景是太空工业区，场景内充满了太空建筑。第三个主题是太空空间。3个场景过后会从第一个主题开始循环，直到收集完100个零件，见到最终 BOSS， 消灭它通关。游戏里不管是场景的搭建元素，敌人的种类都很多，貌似很丰富，但这些设计都非常抽象。当你攻击敌人时，大部分时间你都不知道在和什么东西作战。所谓自身飞机的能力提升更是鸡肋，实际游玩过程中可有可无，音乐也很差，这让作为游戏基础的飞行射击要素显得平庸无聊。但更要命的是，收集不到100个零件会在场景中强制循环，会让这种无聊感慢慢升级成厌恶感，也让这款游戏的评价从平庸变成了垃圾。个人评价1颗星。小鬼 Q 太郎旺旺恐慌，也有翻译简化游戏名为 Q 太郎，万代公司推出的一款漫改游戏，日版改编自藤子不二雄的 Q 太郎动漫作品，而美版游戏的人物主角换成了一个小天使，游戏名字也改为胖胖的小天使，少量的贴图做了更换，如人物的生命树换成了爱心，朋友们的头像不同。这里还是以日版为主介绍，游戏为横版动作类，玩家控制的 Q 太郎除了移动跳跃，还可以在空中飞行。画面的正上方显示 Q 太郎的饥饿值，它会一直消耗，飞行时消耗得更快。在途中拿取场景中的水果、蛋糕、饭团等食物，可以补充饥饿值。有时会出现字母 Q， 拿到后恢复的饥饿值更多，而且可以变成半透明状态，可以短暂的无敌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饥饿值不代表生命，消耗到一定程度会不能飞行，但在场景中碰到敌人会直接挂掉，被动物的攻击击中也会挂掉，如狗狗发射的旺旺炮，除非处于半透明的状态可以抵御一次攻击。一开始没有攻击方式，只能躲避，如果拿到场景里的棒棒糖可以获得攻击，发射鬼大炮，有数量限制，最多储存9发鬼大炮。游戏一共有12关，在游戏中分别为12天，每关都有时间限制。每关的场景进行到一半会看到一个 stop 的牌子，在这里需要拿取全部的食物，就会出现过关道具，然后在这关最后将道具交给窗户里的朋友过关。第3、6、9、12关的过关条件略有不同，这几关的主题是救朋友，要用狗骨头引诱狗狗击败场景里的 BOSS 人物。游戏的第10到12关难度增加，需要先收集宝石，场景中才会出现食物。另外，有的关卡还有隐藏要素，跟随特定的烟雾上升可以上天堂，获得额外奖励，或者特定的地点下地狱。离开天堂或地狱后，饥饿值都会补满，所以是重要的回复手段。游戏的场景绘制很精细，房屋、街道、敌方的角色、狗狗、猫咪，甚至乌鸦也都很可爱，搭配上鲜艳的色彩，十分耐看。游戏的音乐配合氛围也恰到好处，但不要被这可爱的外表所迷惑，这是一款绝对硬核的游戏，难度极高。Q 太郎的动作很慢，很容易被一击命中，也不要小看了狗狗的旺旺炮，乌鸦、麻雀和猫咪的攻击都很要命。到了最后3关，需要先获得宝石才能出现食物的设定，让难度更上一层楼。游戏放在当年用卡带游玩，能够通关的小朋友寥寥无几，即使现在模拟器有了即时存档，也很难通关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企鹅先生，又有翻译叫企鹅与蜘蛛，这是哈德森的一款动作解谜游戏，最早于1983年发布在电脑端，4年多平台移植。这部作品与牛奶与坚果一样，是哈德森早期经典游戏之一，
后来被多次收录到怀旧合集当中，在 GBA、Wii、3DS 上都有发行。两只相爱的企鹅被困在仙境森林的镜子迷宫中，在一个封闭的场景内，操控两只企鹅到达屏幕上的笼子心脏处，并让它们同时触碰心脏才能过关。但是企鹅是对称镜像移动的，如果按下控制器的右键，屏幕右侧的企鹅会向右移动，但屏幕左侧的企鹅会向左移动。如果按下控制器的左键，则相反，右侧的企鹅向左移动，但屏幕左侧的企鹅会向右移动。再搭配上两侧的障碍物位置不同，形成了游戏的基本解谜玩法。同时，场景内有蜘蛛网和蜘蛛，被蜘蛛网缠住时会被困在里面，碰到蜘蛛即为失败，可以用喷雾清除它们。游戏共有99关，都是不同的障碍排列组合，每过几关会有奖励关卡，有时候场景中也会有额外道具，获得额外的分数。如果让两只企鹅来回接触，会生下企鹅宝宝，非常的纯爱。据说当时的游戏制作团队中的2个成员正在谈恋爱。这部作品的音乐都是用的世界名曲，过关时还会奏起欢乐颂。虽然游戏是纯爱风，但每关场景都需要开动脑筋，并不容易。根据基本规则排列组合形成的谜题是早期经典解谜元素的代表。如果能够忽略过于简单的画面音乐，沉下心来游玩，还是能找到破解谜题的乐趣的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变形战机，台译游戏名《飞天战神》和第4期节目中介绍的变形战机 Z 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恰好翻译名字类似罢了。这款游戏原版是 GameArts 游戏艺术公司针对电脑平台开发的，后来史克威尔拿到了 FC 的授权，这也成了史克威尔在红白机上的首款游戏。从游戏名可以看出，玩家控制的是一架能变成机器人的战机，名为特普塞尔。游戏场景每关都在一个巨大的迷宫里移动，这是游戏的特色，和很多号称迷宫游戏小型简单的迷宫不同。这里的迷宫体量大而且复杂，画面是横向视角，玩家控制的机器战机可以8向移动，攻击也是如此。游戏的关键是维持能量的消耗，消耗的速度很快，消灭特定的敌人或隐藏敌人可以补充能量，增加上限。在熟悉敌人的布局以后，获得充分的能量就能度过前期紧张的阶段。游戏有很多电脑平台的版本， FC 版在移植时做了很大的调整和简化，如原版的发射激光改为了发射子弹，简化原版复杂的能量补充规则，关卡数也缩水。 FC 版的场景实际只有5个，通过5个关卡为一轮，往后的关卡循环，但场景贴图颜色会变化，可以一直玩到99关。第99关通过后，屏幕上会直接被超时空要塞中的角色林明美娃娃给填满，强制结束游戏。所以有很多玩家就是为了看到最后的画面，会在屏幕前苦战4-5个小时。因为是从电脑端移植过来的，画面是早期电脑游戏常用的方块组合场景，敌人设计也是类似的风格，画面的帧数也很低。原版电脑端因其游戏特色很受欢迎， FC 版受容量限制，可以说只发挥了一部分的游戏特点。但如果能克服这些缺点玩下去的话，基本的游戏玩法、迷宫场景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。个人评价3颗星。炸弹人，哈德森公司又一款早期的经典游戏，最早1983年发布在多个家用电脑平台，在后来移植到红白机上时，开发方重新设计了游戏的角色、场景和音乐，并赋予了新的世界观。虽然之前电脑平台的版本也没有什么世界观，同时还保留了游戏的基本玩法。在新的世界观里，主角炸弹人和淘金者游戏中的敌方角色外形是一样，只是马甲颜色有区别。而且根据设定，它会变成淘金者本人，在通关后的画面中出现。这也是当时哈德森自家游戏的联动。玩家控制的角色要在每关的场景内用炸弹消灭全部的敌人，然后找到通往下一关的门。场景中的墙壁可以炸毁，通关的门就藏在墙壁中，也可以利用这些墙壁作为障碍，结合炸弹困住敌人，将其消灭。每关中的墙壁里还会藏有强化道具，可以提升炸弹人的能力。初始状态下，炸弹人能力很弱，一次只能放置1颗炸弹，固定经过几秒会爆炸，爆炸的范围也只有1格，而且炸到自己也会挂掉。
在美观获得不同的道具，包括扩大爆炸的火力范围、增加同时放置炸弹的数量、遥控爆炸时机、提升主角的移动速度、自己被炸到也不会受伤等能力。游戏一共有50关，随着关卡的推进，敌人的种类也会改变，越到后面的敌人越难。如果炸到已经出现的门，门里还会走出额外的敌人。我认为玩这款游戏会有一个技术的分界点，达到一定水平之后，如果在前面的关卡可以不死命消灭敌人，不断获得强化的能力，强到一定程度后，基本上就能无视任何敌人。每关还可以通过炸门来刷分数，这个时候游戏就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了。红白机版本的初代炸弹人被认为是所有平台中最好的，在各个方面的素质都领先其他版本。基于这个版本，后来几十年也陆续有系列的续作推出，一直持续至今，成为每款主机上必不可少的开胃菜游戏。个人评价4颗星。超浮游要塞，卡普空1985年推出的一款街机游戏，街机的美版名字叫做野蛮蜜蜂。德间书店拿到授权，在 FC 上发行。这部作品是垂直射击游戏，玩家控制的飞船要消灭类似昆虫的敌人，并摧毁超级浮游要塞。根据游戏的设定，飞船横向的移动速度要大于纵向的移动，武器发射的子弹射程有一定的限制，不能贯穿整个屏幕，还可以发射闪光，清除屏幕上的敌方子弹，但对敌人没有伤害。在画面右下角以白色的五角星显示，初始数量为3，游戏中可以补充。拿到红色的 POW Power 可以升级武器，飞船造型也会随之改变，并且可以多次升级武器的状态，在早期飞行射击游戏中算是比较特别。拿到黄色的 POW 可以让画面中的敌人全灭，都变成水果的分数奖励。有时候会出现倒着写的 WP 字母，如果拿取可以获得奖励分数，但子弹威力会回到初始状态。游戏一共有16关，关卡内按照普通区域到高分区域，再到普通区域，最后出现 BOSS 的规律。虽然有16关，但 BOSS 的种类就那么几个，后面随着关卡的推进， BOSS 会反复出现，但难度增加。后面的关卡里几个 BOSS 会在同一关轮流出现，直到最后一关，所有的 BOSS 全部再来一轮。这款游戏街机的素质还算可以，但 FC 的移植版做得并不好，画面帧数过低，肉眼可见的不连贯，敌人发射子弹过多时经常会出现屏幕闪烁，非常影响游玩的体验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豆豆迷宫，艾瑞姆开发的街机游戏 FC 版由德间书店发行。这部作品的翻译豆豆是真豆豆，不是中文随便瞎翻译的。这是一款益智类游戏，在一个方形的场景里，下面有4×4的小房间，一个房间里最多可以容纳15个球，每个房间下面的灰色小方块组成托盘，画面上方有大量的圆球，当灰色小方块组成的托盘闪动变成空心的时候，球就会滚下来。有2个形状类似箭头的棍子，玩家控制红色的移动，绿色棍子会跟随红色的移动路径延迟移动。通过按下按键，2根棍子指向的小房间中的球将会交换位置，通过下方托盘闪动变成空心，让球滚出来，落入最下面对应的分数区间，达到每关开始要求的总分就可以过关。如果有球掉入了 out 上方的小房间，左下方会出现一只螃蟹慢慢往上爬，当螃蟹把红色的绳子剪断，球掉下去就算失败，损失1条生命。除了常规球外，偶尔也会出现红球，红球可以向左和向下穿过墙上的孔，但不能从最外侧滚下来。每关达到一定的分数，球会变成绿色，进入奖励阶段，掉入50分区间，分数翻倍。随着关卡的推进，球的滚动和托盘变化的速度加快，导致难度上升。这款益智小游戏非常的单纯，如果喜欢这种游戏规则，可以上手试一试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企鹅大战 ASCII 发行的一款游戏，移植于街机版。这是一款躲避球运动的游戏，玩家控制的角色是企鹅，对手是一些长相呆萌的动物，如熊猫、棕熊、海狸和考拉。
游戏按照锦标淘汰赛的模式进行，和对手对战时，场上一共有10个球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停地将球扔向对方，到时间后较少球的一方获胜，或者10个球全部在对方一侧也可以直接获胜。可以用蓄力将球扔向对方，如果击中会打倒对手一段时间，先赢2局的一方获胜。时间到了，如果双方各有5个球打平，会用第11个炸弹球来决胜负。玩到后面的轮次，比赛过程中会出现挡块和其他障碍物干扰，对手的动作也会越来越快。每次击败一个对手会出现奖励游戏，有空气弹球、炸弹打地鼠，或者是互扔炸弹球。过关后结算奖励分数。这是个地道的小游戏，除了当时不同平台的版本，现在在 PC 端、Switch、PS 上都有可下载的数字版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到此为止，1985年发行的游戏已经全部介绍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这个系列还不错，请赏个3连支持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